我叫麦克，是名狙击手，专业过硬，一般不失手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，杰西的技术终于得到了我的初步认可，所以今天我再一次带他征战国际服。此时飞机途经机港，我们让空姐打开舱门，双双跳了下去。这里可是麦克的地盘，我有100%的把握可以保护杰西的安全。凭借精准的操控，我们双双落到了集装箱上，落地就是一把汤姆逊，让我信心大增。我告诉杰西，只管大胆的捡装备，一切危险由我来应对。作为不知名国的兄弟，遇到我算你倒霉。哎呀，杰西怎么被打伤了？你们等着，稍后就去弄死你们。此时的机港各支队伍都已经找到了武器，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，相互伤害了起来。我也不甘示弱，但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，尽快屠灭他们，以便和杰西去来一个双人堵桥。现在我和杰西已经初步武装完毕，准备去给他报仇。我们来到仓库等待时机，而前方就是刚才袭击他的那支小队。听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在集装箱上嚣张无比，却不知道已成为我们的猎物。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此。他出现了，我迅速出手，M762连续连射，将其击倒在地。我不做停留，和杰西快速冲了过去，趁其病要其命，没说的。咦，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他跑哪去了？听声音，他的队友也在周围。我立即提醒杰西提高警惕，找到一个。看国旗，这是一支来自捷克的小队。接下来我要团灭他们。哎呀，杰西被击倒了，气死我了！这里可是麦克的地盘，我有100%的把握可以保护杰西的安全。但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我赶紧救援杰西。然而对方似乎猜出了我的意图，脚步声由远而近，那么就灭了。很快我将杰西成功救起，他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吼叫。Let's go！ 我想那些对手们要倒霉了。于是我们开始穿梭在集装箱上，肆无忌惮地捡拾装备，搜寻敌人的踪迹。我们并不害怕暴露自己，只怕敌人看不到我们。有脚步声，就来自前方的仓库。看到他了。哎，这个越南对手太过凶残，差点让我阴沟里翻船。我赶紧治疗伤势，以防他们趁机进攻。终于我疗伤完毕，招呼杰西一声，准备向他们发起进攻。不过按照流程，此刻应该先丢几个手雷。咦，竟然没有扎到什么，再来一颗。算了，还是直接冲吧。习惯了1v4，对付几个越南人并没有太大的难度。他的队友在那边做什么？哎呀，杰西又抢我的人头。终于在杰西的疯狂扫射下，地上多了3个盒子。我赶紧快乐填包，收获98K 一把。来人！这也是一名越南玩家，应该是替队友报仇来了，只是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不过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机港的敌人已被我们清空，而下一个安全区足足1600多米。况且我们还有一个伟大的梦想，没错，就是堵桥。所以我们找到了一辆杂牌越野车，加速向大桥驶去。然而行至半途，杰西突然想去学校看一下，理由是也想找一把98K，跟我学习狙击技术。不过这种神器其实那么容易得到，我们翻遍了整座楼也没找到，却无意间发现一名对手正在鬼鬼祟祟。他要去做些什么？我举起98K，稍作预瞄，一枪打出，可惜没有爆头。此时他躲到了树后，应该是还没有发现我们的位置。我耐心等待他露出破绽。就是现在！看国旗，这是一名柬埔寨人。然而现在，不管是否找到98K，我们都应该马上离开了。咦，又来人了，好像是个机器人。我迅速下车，准备拿下1分。好吧，谁打都一样。这份快递不能浪费，我们决定去看一下有什么好东西。很快，杰西告诉我捡到了一把98K。你看，还是应了那句老话：人帅自有天帮，人美自有天助。随后我们不再停留，毕竟只有堵桥才能凸显出我们强大的实力。终于历经艰难险阻，我们来到了专用堵桥点，只剩下10名对手了，希望在这里能够收获点什么。此时我们正式进入了狙击位置，手持98K，时刻关注着大桥的方向。但我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毕竟游戏已到尾声，应该没有人蠢到还在军事基地。实际上我带杰西来这里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活到最后。
因为国际服的模拟器端外挂众多，只有这种可攻可守的地方，才能让我们有一丝抗衡的机会。大桥那边似乎有些情况，我们仔细查看，顿时有些发懵，竟然真的被我们堵到了一支小队。该死的，这一枪没有爆头，他们来自军事基地，肯定带了3枪。很快，他们受惊逃窜，我和杰西开始用 98K 自由射击，只打到他们身上飙血，却始终无一人倒下。此时，他们躲了起来，估计是在观察我们这边的情况。现在就看谁能先发制人。咦，有人出现了！我迅速起身，一枪打出，又没爆头。我再次起身补枪，哎呀，又被杰西抢走了。看起来我们双方进入了焦灼状态。然而，看到远处降落的空投箱，让我信心大增。这说明下一个安全区对他们不利。咦，这边什么时候多了一辆汽车？我掏出手来，不管3721，先轰一下再说。很快，我又在250方向发现一人，手中98K抬手一枪将其打残，他受惊逃窜，我再出一枪将其击杀淘汰。随后，我们再次返回狙击位置，因为他们即将进攻。这支越南小队又躲起来了，大概是没有料到我们这2把98K会如此凶残，所以他们的第2次进攻又宣告失败。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了，我让杰西警戒大桥，我守护后方，毕竟还有另外一支小队没有确定位置。那个灌木丛有些不对，我果断开枪，成功击倒一个，随后又调转枪口打向另外一人，再次将其击倒。哎呀，杰西怎么也被击倒了？我让他赶紧向后方撤离，以便展开救援。我们必须争分夺秒，因为对方随时有可能发起新的攻击。终于，我成功将杰西救起，只是对方迟迟没有动静，让我心有疑虑。咦，淘汰了一个，难道他们的队友之情也如此淡薄？情况有些不妙，对方就像是失去了踪迹，所以我让杰西守护原处，我在门口警戒。只剩下6个人了，希望一切顺利。终于，杰西告诉我发现了新的情况。路远望去，他们正趴在前方的草地之中。此时，我有些深深的无语，感觉他们严重侮辱了我的智商，或者认为麦粉瞎，我也会瞎。就在此时，55方向传来枪声，最后一支队伍终于出现了。看起来他们正在攻击那支越南小队，我们并不着急，静待他们显露身形。他们出现了，我迅速瞄准他的脑袋。瞧，这才是完美的配合。杰西补枪将其击倒，我趁势瞄向他的队友，一枪打残，随后再出一枪击倒在地。第3人出现了，又是一枪命中。现在团灭他们吧！哎呀，杰西又被击倒了，又是那名越南狙击手，我赶紧前去救援。很快，杰西恢复如初，而此时的战场之上也仅仅剩余2名对手。同时，我们仍然身处最中央，这是实力和运气的并存。最后那盘棋一定是属于我们的。终于再次刷圈了，一如既往，我们待在中间。咦，什么情况？他为啥想不开，用钱来送死？难道以为穿了个吉利服就可以为所欲为？看名字，这是击倒了杰西2次的那名狙击手，也许是他良心发现，前来赎罪。现在只剩下1名对手了，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，让我们心情愉悦。按照我的判断，下一个安全区将会把它排斥在外。很快，新的安全区验证了我的判断。接下来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，轻松吃鸡。咦，那边颜色有些不对，看到他了，身穿吉利服，也在蔑视我的势力。我是麦克，终于在此在杰西吃鸡，尽显我过硬的势力。当然，也多亏了人帅自有天帮。